原来你就是镇守幻雪神山入口的大祭司，风天。好，我就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。好啊，你们竟然使诈！婆婆，可以让我们过去了吗？要想继续往前走，必须打败我。大家小心，噬神剑沾到神的血，会产生新的剑灵。阴空式。怎么回事？剑灵为什么会变成阴空式？黎洛得到多神域的力量之后，不是已经把剑灵给灭了吗？难道噬神剑在杀神之后，就会继续产生剑灵？剑灵已经没有了，噬神剑上也已经没有了宿主，而当时阴空式残留的部分元气依附在噬神剑上，所以产生了新的剑灵。喂，你们啰啰嗦嗦的聊够了没有啊？是谁把我叫醒的？那你们是不是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？是，可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再见到你。哥？是啊，我是你哥啊。是又是什么？是阴空式，是你的名字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剑中之灵，我没有名字的。我问你们，你们把我吵醒了，知不知道自己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老太婆，你笑什么？你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剑灵，什么也做不了啦。喂，什么叫小小的剑灵？你知不知道噬神剑的剑灵是最厉害的，见人杀人，遇神吃神，见鬼杀鬼。以前噬神剑的剑灵是累积了千万年来剑下冤魂的元气，所以反噬的力量才那么强大。而现在，噬神剑里只剩下你一个，而你又是一个崭新又虚弱的小剑灵。等你变强大了，我的命随时等你来取。好吧，我记得了，你这个傲慢的家伙。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睡觉了。阴空式，我就知道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婆婆，您已经输了，请您遵守您的承诺，让我们过去吧。红莲即将绽放，双星终会汇聚，命运的转轮已经开始，而我的命运就是在这儿等你。闪开！
保护王！他敢伤害王，我就跟他拼了！不，他是在给王输送灵力。婆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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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身为幻血神山的大祭司，我在这儿守候了多年，最不想看到的这一天，终于到来了。卡索，我要么就用尽一切方法，不让你过去，要么就用一切办法保你平安归来。婆婆，你为什么会是幻血神山的大祭司？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在你刚刚出生不久，就得了一场大病，兵族最好的幻玉师也束手无策。当时七圣者也说你凶多吉少，你的父母非常伤心，只能用灵力为你续命。你前面已经有几个哥哥姐姐，你的兵王爷爷叫我们放弃，可我的心灵之眼却看到了别的族亲看不到的。你身上的光彩，不知道是被情感蒙蔽了，还是命运向我开示。我看到你的未来关乎兵族的存亡，我知道唯有堕神域才能救你。我冒险犯境，潜入藏书阁，召唤出堕神域，神的原始地。这时我才知道，一切神族原居在幻血神山。堕神域是远古时代流传的幻术，但这些幻术毫无制约，杀力太大，涂炭生灵。兵王舍弥率领众神逃到新世界后，不想幻血神山的悲剧重演，便跟各族立约，将堕神域的幻术列为禁忌，犯禁者需流放北境之地。堕神域指引我来到无尽海的炼球岛上，让我等候命运的安排。我是神中之神，是堕神域指引你来见我的吗？神中之神，请你告诉我，怎么去幻血神山？幻血神山的入口在无尽海底，没有一类石是到不了那儿的。怎么办？怎么去找一类石？我的卡索小王子，如果没有幻血神山的湖水，就活不下去了。你不用一类石，我也可以帮你找到幻血神山，给你幻血神山的湖水。可是你得跟我交换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是兵族神力最强大的女神，我要你当幻血神山的大祭司。当有外敌入侵的时候，无论是谁，你都必须舍命保护幻血神山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当时一心只想着救你的命，并不知道和我订约者的身份。没想到，我未来的强敌，竟然就是你，我的卡索。
这就是我和渊姬定下契约的证据。只要有外敌擅闯幻血神山，我的躯体和元气就会同时被手杖牵制，回到幻血神山，依约攻击外来者。原来婆婆也是迫不得已。婆婆，您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我们都错怪您了。婆婆，我们不一定要对战，也许还有别的办法。契约禁止我透露身份，除非我被打败，这样契约才被打破。卡索，若星掌有我这1000多年来蓄积的灵力，婆婆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婆婆，您为我牺牲了这么多，是您改变了我的命运。卡索，我的小王子，婆婆能看着你健康快乐的长大，就是命运给我最好的礼物。那契约被打破后，婆婆会怎么样呢？大祭司封天将不再是神。婆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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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婆婆把所有的灵力都传输给了我，她不但失去了灵力，现在连神的身份也失去了。啊！婆婆已经不是神了，是人了。不，婆婆，您在我黄拓心中永远都是排名第1，不是第2的女神。婆婆，您这样叫我如何能安心？我还是送您回去吧。不能再耽误了，我自己休息一下就没事了，你不用管我。事到如今，幻血神山势在必行，红莲即将绽放，双星终会汇聚，命运的转轮已经开始。卡索，勇敢面对你的命运吧。我答应你，我会回到雪雾森林，我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你快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，啊！婆婆。月神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新旧伤势如何？暂时稳定下来了，明天再看看情况。哎，月神，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？不可以。哦。是我害死我姐姐的。月照死了？不会吧，她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不过有件事我很好奇，她怎么会那么恨你？她不是月照，她是月照的孪生妹妹，叫月冷。月照姐姐和月冷姐姐从小就很优秀，继承了父母的医术天才。可我却是个怪胎。你不是怪胎，你
只是天生带点煞气嘛。是，像我这种人根本就不能学艺，所以父母把我送去李神医家里学毒，学暗杀术。可是我根本就不想学毒，我想跟姐姐们一起学艺。我常常偷偷逃回家里。月冷姐姐从小就跟我特别亲，她总是劝父母不要逼我，希望我能跟在她的身边。就算我一事无成，她也会照顾我一辈子。她比我的父母更爱我。这个世上再也没有比她更爱我的人。月冷他是怎么死的？后来有个男的迷恋她，向她求婚，但是月冷姐姐拒绝了他。可是没有想到，那个男人竟是个暗杀术高手，因爱生恨，竟然悄悄地向姐姐下了杀手。我当时连姐姐中了什么毒，怎么中的毒我都不知道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在我面前倒下，白白的死去。那一刻，我很后悔。如果我学会暗杀术，也许就能阻止姐姐被杀了。所以，你终于去学了暗杀术，对吗？我不希望以后当有一个我喜欢的人出现的时候，我还是无能为力地站在他身边，看着他在我面前倒下。我以为我的修为已经百毒不侵了，可是看来我还是不够坚强，还需要别人的帮忙。其实，每个人都有过不去的坎儿。你用暗杀术解决坏人，那就是救了好人的命。你已经是一名神医了，你的姐姐不会怪你，你帮她圆了心愿，她会以你为傲。你也不要再为你父亲的事情自责了。你不但救人性命，还挽救了整个神医族，甚至其他神族。你的功德已经足够赎你父亲的罪了。剑灵，你出来。是，出来吧。你又溜出去玩了？还是跟小时候一样，总是这么爱玩。凌空师，我跟你说过的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你是谁啊？怎么？你不记得燕达了吗？燕达？燕达是个什么鬼啊？能吃的吗？
喂，你竟敢对我动手动脚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可是剑中之灵。把嘴张开！你要干什么？少废话，让你张你就张。啊！我刚分了一点我的元气给你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棒棒的？嘿，哦，嘿，还挺好玩的。喂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人家不叫喂，人家是有名字的。那你叫什么？我叫燕达呀。哦，原来你叫魏燕达，真的谢谢你啊。那不如你把你的元气多分给我一点吧，既然你的元气这么管用。我也想多分一些我的元气给你啊，可是我今天已经给了你一些了，我不可以再给你了。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不如这样好了，我把你的力量全吸收了，把你的元气给我，我就更强大了。嘿，吼，吼，嗨，呀，你快把你的元气都给我！你说你啊，你个小没良心的，你都变成个小剑灵了，还这样对我？你当神的时候就利用我欺负我，现在还恩将仇报。哎，我刚才是不是打疼你了？不想理你。你现在可不能不理我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了，而且现在只有我才喜欢陪你玩。那好吧，那你就陪我玩吧。来，上来。太好玩了！凌空师，现在的你比以前对我好多了。哎，如果可以，我宁愿就这样一直跟你一起玩，一起笑。新旧伤得很严重，要赶紧送回去。我还撑得住。你觉得还可以，是因为我给你用了最强的药物来止痛。如果这个药效一过，你肯定痛不欲生。由于你身体的原因，我也只能给你用一种特别神奇的药物去治疗。然而这种药物，只有我神医族医药库才有。那我可以一直服药止痛。这个药用多了会变成毒，会要了你的命。况且，这药也不是很多。我真的还撑得住。星舅，婆婆马上要回去了，你就跟她一起走吧。可是前方路途凶险，有我在，可以为你们趋吉避凶啊。可是幻雪神山还有那么远的路，你身体这样勉强下去，只会害了你自己。对啊，梦主，你找别的寻梦师来代替你不就行了？对啊，整个寻梦族，只有我的寻梦术是最高的了。那我呢？那我呢？星鬼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快回去！我好不容易才到人鱼族，向人鱼圣尊借来一类石来到这里。对不起，哥，我不该说我讨厌你的。万一你有什么不测，那不就变成对你说的最后一句话了吗？幸好一切还来得及。现在，该你回去了。我不在乎你讨不讨厌我，我只想让你
安全地活下去。我也一样。自从你离开之后，我就一直拼命努力练习幻术。现在，我比你更有资格当王的寻梦师。星九，我要把你和星鬼一块都送回去。不，那也要看你有没有办法。非常时刻，只能用非常手段。王，我和新旧哥哥，你只能选择一个，请您选择吧。王，星鬼是我最亲的亲人，你把他送回去，我留下来。我不知道未来如何，我只知道现在不救你的话，你就没有未来。王，星九，我会用我的生命去保护星鬼。睡吧，星九。多谢王成全。婆婆，来。婆婆，我的族亲会在对岸，建议你和我哥。婆婆，你安心回去吧，不要担心我了。卡索，幻雪神山虽然和任雪城一模一样，但是它跟我们的世界完全不一样。天地逆转，虚实颠倒，没有公平，没有正义，无常也无情。不要相信别人，也不要相信你的耳目，守护你的心，别受迷惑。记住，无失亦无得，无死也无生。我知道了。婆婆，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走啊？你们一路往东走，打败四方守护神，让他们打开四方结界之门，才会见到冤祭。只有他才知道引莲在哪里。谢谢婆婆。后会有期。再见，婆婆。他们来到幻雪神山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他们打败了我的守门大祭司风天。你怎么会找风天当大祭司？他是卡索的祖母，当然会放过他们。看着他们兵族的族民们自相残杀，卡索差一点杀了他的祖母，会不会觉得很有趣啊？我不懂你到底在想什么。卡索杀了我们的儿子，你为什么不马上杀了他，为儿子报仇？你别急，风天只是个见面礼。来，你看，他
他们正在前往灭天白虎神殿。星鬼，你还行吗？我没事。星鬼，让我来背你吧。王，那怎么行？我答应过你哥哥，要好好照顾你的。是啊。我怕你哥报复我们，让我们天天做噩梦。王，还是让我来背吧。灭绝战神的怒火已经觉醒。万年前，舍密他们对我犯下的罪行以及杀子之仇，我会千倍万倍地还给他们的子孙后代。只要引莲花开，世上一切便是万物毁灭之时。在这世上，只会剩下神中之神。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晚，明天再赶路。好。星鬼、朝牙、月神，你们住这个帐篷，我们住那个。黄拓，你怎么不准备个大点的帐篷啊？我们4个大男人挤一个帐篷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这出门还要带医药箱，所以行装尽量从简。没事，你们3个睡里面，我睡外面就行了。哎，你独自睡外面会不会太危险了？放心，我就是一头野熊，在野外睡才自在。那好吧，那我多给你铺一些树叶，让你睡得舒服一点。是你啊，吓我一跳。我是来问你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你的心魔会是我？都已经过去了，还什么心魔不心魔的，不要再提了。我喜欢朝牙，你一直都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是，我知道你跟朝牙青梅竹马，但赤练女王告诉我，她不希望朝牙嫁给你，鼓励我追求朝牙。可是我干不出横刀夺爱这样不要脸的事，所以我一直忍到你出走，我才正大光明地追求朝牙。正大光明为什么要怕我？我没有怕你，我只是对自己没有信心。不知道，如果我俩公平竞争的话，朝牙还会不会选我？我还会不会胜出？哼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，只有结果。来吧。快住手！你们2个怎么和孩子一样？姚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是黄拓。黄拓，你没事吧？你是谁？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是谁？
醒醒！醒醒！醒醒！放开我！你是谁？你说不说？别这样，他受伤了。我知道你很好奇为什么伤口包扎好，那是我们星轨小公主让我包扎的。再说，我的天职也不容我见死不救。你是谁？是谁把你打伤的？我是青龙，是东方护法。你就是东方护法。看你这副倒霉鬼的样子，自身难保，如何守护幻雪神山？如果你真的是这里的守护神，应该地位极高。除了冤祭，还有谁能伤你？哼，我看你们都是外边来的吧，根本不了解幻雪神山的情况，哼，所以才会问出这么无知的问题。你想再添几道伤是不是？你们以为四方护法互相之间都是好朋友，会互相照应吗？太天真了。幻雪神山的唯一法则就是弱肉强食，胜者为王。守护神的地位是强者居之，四方护法也是勾心斗角。西方护法清任一直对着东方领域虎视眈眈。所以，幻雪神山现在的东方护法是清任。对，没错，他已经占领了灭天白虎神殿。请你带我们去找清任。你们疯了吧？他一定会杀了你们的。还有，你们找他干嘛？我们要找冤祭，必须通过他的宫殿。可我们在林子里找了一天，都没有找到入口。在这幻雪神山里面，除了冤祭尊主，最强的神就是清任。他举手可以移山，负手可以翻云，只要一动手就能让你们形神俱灭。我反正是刚逃出来，我才不会去呢。要去你们去，我不奉陪。你不奉陪也得奉陪，不然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。灭天白虎神殿的入口就在这儿。这哪有什么宫殿？你当我们是瞎子呀？守护神的宫殿都是有结界守护的，在幻雪神山里面，除了守护神，谁也看不到。那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了？如果你们受到邀请的话，就可以进去。哼，我们是不是该买点礼物去拜访他，顺道问问入口在哪儿？难道我们一直要守在这里，等待清任出门吗？青龙，你一定有办法让我们进去，对吧？把你们的手都伸出来。